大家好，我是顶牛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全英雄冷知识系列视频。今天的主角是玉母蜘蛛，蜘蛛绝对算是个冷门英雄，而且各个技能包括命时效果的相关机制其实有很多。不过不用怕，相信看完这期视频，老哥们一定会对这个英雄有充分的了解。蜘蛛模型有一个全DOTA排第一的属性，就是基础攻击速度。基础攻击速度是一个英雄固有的属性，一般情况下，英雄被小鱼投光敏捷之后，攻击速度都会剩下100点。部分英雄不太一样，蜘蛛是最高的，有125，跟飞机并列第一。蜘蛛的先天技能叫做蜘蛛奶，效果是击杀某个单位后，蜘蛛及其控制的单位会获得一个持续治疗的效果，每跳治疗是击杀目标最大生命值的2%，跳6次，总共就是12%。击杀非英雄单位是60%的效果，比如对线的时候补到一个550血的近战兵，总共能治疗39滴血。反哺其实也能获得 buff， 不过治疗量只有一半，这点貌似并没有写在技能介绍里。然后反哺英雄也行，技能介绍里面说，他和600范围内他控制的所有单位都能获得治疗效果。这里说的600是以目标为中心，而不是蜘蛛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蜘蛛在600范围之外击杀目标，就不会获得蜘蛛奶的 buff。再比如本体和支配的人马一边一个，都在目标600范围之内，这种情况虽然人马跟本体的距离大于600，也是能获得 buff 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只有本体补到刀才行，如果是蜘蛛控制的单位打的最后一下，可以看到没有人会获得治疗效果。幻象可以继承蜘蛛奶，幻象造成击杀的时候，附近的其他单位也能获得 buff。7.39 对蜘蛛奶有一个加强，之前这个持续治疗的 buff 可以被驱散，现在不行了。蜘蛛的2个命时效果，一个跟2技能之王有关，一个跟1技能极度饥渴有关，我们后面聊到具体技能的时候再细说。1技能极度饥渴开启之后，蜘蛛获得 70% 基础攻击力的加成以及吸血效果， buff 无法驱散。蜘蛛有个25级天赋，是极度饥渴减 0.25 基础攻击间隔，开启极度饥渴之后就是 1.45 的基础攻击间隔。为了能比较直观地感受下这个天赋的效果，我们搞一个敏捷跟蜘蛛一模一样的飞机，飞机此时的攻击间隔是 0.72， 而开启极度饥渴的蜘蛛是 0.61。 蜘蛛的魔晶效果也是加强极度饥渴，提升2秒 buff 的持续时间，同时 buff 的攻击力加成会持续增长，每秒多提供 4%， buff 结束之前攻击力加成最多会被提升到 130%。连续使用极度饥渴会刷新 buff 的持续时间，这种情况魔晶已经累积的攻击力不会继续增加，会跟着 buff 一起被重置回 70%。 蜘蛛右边命时叫做疯狂喂食，效果是本体800范围内的小蜘蛛也会获得极度饥渴的 buff。 除了攻击力和吸血，25级降低基础攻击间隔的天赋，还有魔晶持续增加的攻击力都能被小蜘蛛所继承。选择这个命时的话，极度饥渴会变成光环，开启之后，本体和小蜘蛛身上的极度饥渴 buff 都是没有持续时间的，有持续时间的是一个叫做极度饥渴光环的新 buff。 正如技能介绍里面所说，只有小蜘蛛可以享受，玉母蜘蛛所控制的其他单位，比如支配，不能获得极度饥渴。2技能织网，首次学习技能会直接获得4点充能，后面每次升级都能获得2点充能，满级的充能上限是10点，地图上蛛网的数量上限是9个。如果你不想某一张网被新网给顶掉，可以选中某个不重要的网进行手动摧毁，给新网腾位置。网的效果只影响蜘蛛的行动能力，增加移动速度、转身速率，同时获得相位状态以及穿地形的效果。之前会根据当前生命值来决定具体的移速加成，现在固定是满级加 46% 的移速。升级技能会直接把更新过的数值作用于已有的网，并且不需要重新获得 buff， 网里面的蜘蛛会直接获得更高的移速。当小蜘蛛数量有很多的时候，理论上可以把目标给围住，但如果有蛛网的相位状态就不行了。可以做的是在差不多位置的时候直接手动摧毁蛛网，此时就能把敌人直接给围住。织网有一个1200的固有施法距离，如果施法落点附近有其他的网，则这次破网的施法距离是全图。能全图破网的距离判定，基本就是要2个网有交集才行。值得提一句的是，蛛网不会封野，然后蛛网也不能提供视野。大比克如果失去织网技能，破好的网会直接消失。
水人桶里切回水人形态，网就直接没了。蜘蛛的左边命石叫做坏死之网，效果是蜘蛛所在的蛛网会给敌军施加一个debuff，降低目标 70% 的生命回复。之前这个命石只降低目标的生命恢复，也就是只影响血条上的这个加号数字。最新的 7.39B 改成了降低生命回复，所以除了生命恢复，现在敌人的吸血和技能吸血也会被大幅降低。治疗不在生命回复的范畴，所以不会被坏死之网所影响。虽说是只有蜘蛛所在的蛛网才有命石效果，但这个效果是可以连通的。如果敌军和蜘蛛所在的2张蛛网能通过中间的其他蛛网连起来，此时敌人也会收到生命回复降低的效果。所以之前有一个套路是直接把网泼到对面泉水，导致敌人在泉水回去很慢，非常难受。不过 7.38B 的时候直接改成了蛛网不再对泉水里的敌人生效。然后这个连通效果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，如果某2张网连通，那么如果此时手动摧毁中间的某张网，则依然会判定是连通的。可以看到中间这张网消失之后，兽身上的debuff还是存在的，即使兽走出范围再进来依然会受到影响。蜘蛛这边也是，走出范围再回来debuff还在。如果是超过数量上限把中间的某张网给顶掉，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再是连通的，所以有可能是在连通性的判定上有些地方没有处理好。DOTA buff 显示，大多数的蜘蛛玩家都会选择右边命石疯狂喂食，占比超过 60%， 胜率也是明显右边更高。3技能麻痹之咬，蜘蛛的普攻会给敌人上一个持续2秒的 debuff， 满级 30% 减速， 60%致盲。这个 debuff 还有一个效果是目标每次受到攻击都会额外多承受8点伤害。要注意，不光是玉母蜘蛛或者小蜘蛛的攻击会触发这个额外伤害，队友的攻击也行。额外伤害的伤害类型是魔法，同时会跟当次普攻的伤害合并成一段。比如这里豪猪攻击0护甲15魔抗的水人，正常情况每下伤害就是25点的面板攻击力。如果加上麻痹之咬，可以看到此时的伤害并不是直接加了8点，因为麻痹之咬的额外伤害被水人的魔抗天赋抵挡了一部分。蜘蛛的 A 杖技能叫做诛杀陷阱，制造一个隐形的长条形陷阱，当敌军触碰到的时候会受到3秒的缠绕和持续伤害，同时会被揭露模型视野，也有震视效果。当陷阱触发的时候，蜘蛛及其队友会在小地图上看到明显的一个拼点，表示有人踩到陷阱了。陷阱触发之后没多久就会消失掉。当一个英雄被缠绕之后，其他英雄可以在陷阱消失之前继续被缠绕，即使陷阱中途消失了，后被缠绕的人也会缠绕满3秒钟。只有英雄可以触发陷阱，所以理论上可以往兵线上放。幻象和英雄级单位会被当作小兵处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诛杀陷阱的隐形不怕反隐，对面带着宝石之类的也是看不到的。跟织网类似，诛杀陷阱施法落点附近如果有蛛网的话，也可以进行全图施法。然后陷阱也有充能点数，是2点充能，也有数量上限，最多同时存在5个陷阱。多个陷阱不能有重叠的区域，会被提示无法覆盖诛杀陷阱。如果是友军的陷阱，比如拉比克偷了对面水人的诛杀陷阱，可以跟队友玉母蜘蛛的陷阱有重叠。大招孵化蜘蛛，单体伤害加减速。除此之外，目标还会受到另一个持续更久的 debuff， 只要带着这个 debuff 阵亡，就会产生小蜘蛛，满级产生6只。不管敌人是怎么死的，只要带着 debuff 就一定会出小蜘蛛，包括被反捕，甚至召唤悟道时间也会出。灵魂大招斩杀算是个例外，因为会先结算死亡驱散，目标阵亡的时候会判定身上的孵化蜘蛛 debuff 已经被驱散掉了，所以就不会出小蜘蛛。小蜘蛛的普攻也能施加孵化蜘蛛的 debuff， 不过是弱化版的，只能出来1只，可以对友方单位施加，此时友方单位阵亡也会产生1只小蜘蛛。除此之外，小蜘蛛还有一个毒刺技能，普攻能造成 10% 的减速。本体孵化蜘蛛技能的 debuff 可以叠加，所以有可能一下子出来多倍的。小蜘蛛的普攻孵化蜘蛛不能叠加，怎么打都是最多出来1只。
玩蜘蛛非常推荐一个控制台的设置，把 Dot Selection Groups 设为 False。此时按 Tab 键就不再是直接选中所有小蜘蛛，而是单个的选中。在小地图上配合 Tab 转圈点，就可以实现这种天女散花的效果，方便把众多小蜘蛛送到不同的地方去探视野。如果确实需要选中所有小蜘蛛的话，可以设置一个全选其他单位的快捷键，比如 F2， 按一下就是全选所有小蜘蛛。视频最后展示下玉母蜘蛛的英雄克制关系排行榜。因为蜘蛛的样本数量有限，所以相对胜率会有虚高虚低的情况，所以数据仅供参考。左边是最被蜘蛛克制的，右边是最克蜘蛛的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